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来聊聊最近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随着美联储两位理事陆续发声，支持在12月的 FOMC 议息会议上再次降息25个基点，美股市场在感恩节来临之前有强势反弹的表现，尤其是在前几周股价有显著下跌的科技巨头类股票，包括英伟达、微软和台积电，这2天都有止跌反弹的迹象。那么这期节目，查理就利用 CRI 投资系统为大家逐个分析4只巨头股票：英伟达、微软、台积电以及亚马逊，再加上谷歌、博通和 Meta。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市值高达1万亿美元以上的头部企业，他们在2026年的股价能涨多高？谁会是现在逢低建仓买入、稳健持有的最佳选择？哪只股票又隐藏着下跌的风险？别着急，我们慢慢聊。这是11月24日的全球股市盘面，可以看到，经过上周黑色星期四的暴跌后，在感恩节来临之际，大多数龙头股都有非常强势的反弹表现。其中表现最为亮眼的是谷歌、博通和特斯拉，他们的股价单日暴涨了6%以上，特别是 AVGO 博通，股价居然飙升了11%，这代表着市场认为由博通生产的定制芯片 ASIC 未来可能抢占英伟达、AMD 的通用 AI 芯片业务。那谷歌毫无疑问是美股中最亮的那颗星，就像查理在今年9月3日的视频中描述的，谷歌的赚钱盈利能力实际上是比苹果、微软更强的。这依托于它本身就制霸的搜索广告业务，再加上最新推出的 Gemini 3.0人工智能大模型，以及谷歌的云服务、YouTube 视频网站，还有传统的 Gmail 邮箱、手机安卓系统等等。谷歌公司在2026年市值超越英伟达和苹果，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王牌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特斯拉一直以来比较特殊，因为它的本益比 PE ratio 永远维持在150甚至200以上，也就是说，特斯拉的基本面永远被高估。然而，正是因为伊隆马斯克的存在，让特斯拉又一次走在了实体 AI、机器人和自动驾驶领域的最前端。投资者也有足够的信心在高位买入，并且持有 TSLA 的股票，不服不行啊！那这3只炙手可热的巨头股，查理现在肯定不会追高买入，因为实在是下不去手。那我们今天就专门讲讲近期被市场打压，甚至出现抛售潮的科技巨头，看看他们的价格，再加上各自基本面的情况，是否值得我们散户朋友们逢低建仓买入，以及在2026年这些被低估的科技巨头能否给我们带来超额收益。没错，他们就是今天的主角：英伟达、微软、亚马逊和台积电。英伟达和台积电是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和制造领域的王者，而微软和亚马逊则是云计算行业的 Top Two，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好，我们先来看看英伟达的情况。自从11月初大空头 Michael Burry 公开做空英伟达和 Palantir 之后，外界就在不断的质疑英伟达的股价是否虚高了。毕竟，在2024年年初，NVIDIA 的市值也就3300亿美元，距离巨头的门槛1万亿美元还差着10万8千里。然而，经过不到2年的狂飙式增长，NVIDIA 目前的市值已经超越苹果，达到了惊人的4.4万亿美元。那到了2025年年底，虽然 NVDA 依然保持着高达50%以上的年增速，但是它的本益比依然在40以上。投资者就质疑，在接下来的2到3年，英伟达的增长神话是否就此终结？如果真的那样的话，经典的戴维斯双杀，也就是股价崩跌先于 EPS 的增速放缓，很可能再度降临到 NVIDIA 的头上。毕竟，英伟达归根结底还是一家面向企业客户的 To B 公司。如果那些科技巨头们放缓 AI 资本支出，不买你那么多 Blackwell GPU 了，那英伟达的营收和利润都会大幅降低。而传统的科技巨头，包括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以及特斯拉，
他们主要业务还是面向个人消费者的 To C 业务模式，这就使得这些老牌巨头抵抗行业周期性波动的抗风险能力要大大强于英伟达、AMD 甚至是台积电这类半导体芯片企业。查理认为这些质疑都是有道理的，而英伟达的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也在最近回应了外界的质疑声。他表示，有多个大客户，包括云服务公司、AI 实验室，对于英伟达的 GPU 有大额的需求，并非单纯的炒作。此外，未来3年，英伟达出品的王牌 AI 芯片 Blackwell 和 Rubin AI 芯片都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黄仁勋还强调说，随着新一代芯片 Rubin 在2027年年初面世，新的 GPU 在计算能力对比能耗的比例方面会有显著提升，这将让未来的 AI 运算速度更快，而耗电量反而可能更低。他明确表示，AI 的发展和2000年初的互联网泡沫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现在的 AI 是有真实需求，能够带来实际收益的平台转型。那除了老黄不遗余力地证明公司的硬实力之外，路透社最近报道，川普政府也在考虑放开对于中国的高端芯片出口禁令。目前，美国只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H20型号的 AI 芯片。那如果禁令限制松绑，辉达将能够卖更先进、单价高达3万美元以上的 H200芯片给中国的公司。据估计，这将为 NVIDIA 带来至少每年50亿美元的额外营收收入，非常的 nice。如果我们看 NVIDIA 股票在2025年的表现，会发现它家今年有点高开低走的感觉。自从今年4月初，NVIDIA 从90美元的底部位置飙涨到8月初的182美元之后，在接下来的3个半月内，辉达股价一直没能站稳在200美元以上。虽然有过在10月底短暂冲高到210美元，但是很快又被卖回来了。现在处于165到195美元的宽幅震荡区间，这又是为什么呢？除了市场担心英伟达的高端芯片售价过于昂贵，导致高利润没办法持续之外，如果我们看 NVIDIA 在2026到2028年的 EPS 增速情况，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首先，辉达在2026年的 EPS 增速依然惊人，比2025年大涨60.5%。然而，到了2027年，NVIDIA 股票的 EPS 增速就会大幅的放缓。虽然也有增长，但是2027年的 EPS 增速就从之前的60%大幅下降到了25.9%。更令人担心的是，到了2028年，NVIDIA 的 EPS 成长故事就告一段落啦。那个时候，华尔街预计它的 EPS 相比于2027年居然会下降7%左右。我们都知道，市场的嗅觉是最为敏锐的，机构也绝对不会等到2027年再抛售辉达的股票，而是就趁着现在，看看黄仁勋和 NVIDIA，如果他们拿不出新的业绩增长点的话，华尔街就可能效仿大空头 Michael Burry，现在就砸盘抛售，甚至做空 NVIDIA 的股票。但是朋友们千万别慌啊！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认为，现在英伟达股价遭受承压，和今年1月初 DeepSeek 事件导致 NVIDIA 股价2周之内大跌20%的情况有点类似。机构借着谷歌定制芯片 TPU 可能会取代 GPU 的事件热度，趁机砸盘英伟达，压低股价，然后在低位吸筹码，最后再来一波暴拉。这种伎俩是华尔街经常使用的手段。然而，站在2025年年末，如果我们想要测算到2026年年底 NVIDIA 的目标价格，其实有点难度。这是因为英伟达本身的业绩非常优秀，很可能到了明年 EPS 有上修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市场如果看空标准化的 AI 芯片的大规模应用前景，则会对 NVIDIA 在明年的 PE 本益比估值造成不利的影响。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假设到明年的第4季度，英伟达的 PE 为27，考虑到机构预测的26年 EPS 每股净收益为7.48，那么 NVIDIA 在1年后的目标价格大概会在201.9美元。比当前
180美元的市场价要高出10%以上，高的不多，但至少说明现在 NVIDIA 股票所处在的190美元以下的价格，其实是被市场低估了的。好，聊完了英伟达，我们来看看微软的情况。Microsoft 在11月18日正式发布了最新版本的 AI Agent，也就是人工智能代理。微软的 AI Agent 不同于 ChatGPT 这样的传统大语言模型类的应用，它不再只是被动的回答问题或者执行固定的用户指令，而是能够主动搜集信息、独立决策，甚至能和其他的 AI 系统协调工作，完成非常复杂的任务。有点像全自动软件机器人的感觉，科技感拉满。然而，微软公司的股价最近却表现不佳，和英伟达很像。MSFT 股票也是在今年4月份到7月底涨得很猛，从370美元一路大涨到了535美元，然后就陷入高位震荡的格局，甚至在过去3周内，MSFT 股价居然有高达12.5%的大跌。那目前微软的股票还没有形成止跌形态，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对于微软给出的也是持有的黄色信号。根据 MSFT 的历史走势规律，我们很可能看到微软的股价在接下来一个季度持续在465到495美元之间做横盘震荡。我们需要等到2026年第一季度，甚至到第二季度的开始，才能看到 MSFT 的股价有一个持续性的上攻，就像今年4月到7月份的走势。那持有微软的股票非常考验投资者的耐心，因为它是典型的低波动阶梯型上涨的走势。那如果你错过了每年3到6个月的上攻时期，很可能 MSFT 就会在高位维持震荡1年的垃圾时间，才会有新的行情。这就有点像持有 Costco、沃尔玛的股票，或者是黄金类 ETF GOD 的持股体验。然而，如果我们看微软的基本面，会发现它的 EPS 增速非常的稳健。在2026年，MSFT 的 EPS 会有高达17.9%的增速，比标普500指数大概10%到12%的平均增速要高不少。更为可贵的是，微软在2027和2028年也都能够保持17%到19%的高增速，而不会像英伟达在2028年那样有 EPS 的下跌。CRI 投资系统认为，持有微软的股票和持有 VOO、QQQ 等美股指数很类似，是科技股中防御性拉满的配置，值得投资者长期持有。那如果我们按30倍的本益比来计算 MSFT 在2026年的目标价格的话，它在1年后的股价会在482.7美元左右，比现在470美元的价格要高了2%。当然，我们是很保守的，用30倍的 PE 来计算。那如果就用微软目前33倍的本益比来计算的话，微软股价在2026年能够达到530.9美元，比现在的价格要高出12%以上。朋友们是不是感觉就会好很多？那如果你已经持有 MSFT，那就继续放在那儿就好了，完全不需要操心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芯片制造领域的 Number One，台积电。家里有很多台湾的观众朋友，对于台积电的了解要比我深刻的多。如果你也喜欢这家半导体巨头，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对于台积电未来发展的看法。在11月24日，台积电的 CEO 魏哲嘉在半导体行业协会的颁奖典礼上表示，公司在先进制程芯片上的产能完全供不应求，与客户需求之间存在着3倍的差距。虽然台积电正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加速扩产，但是 AI 加速器、服务器类晶片的需求增长远超预期。没办法，它的生意太好了。如果我们看台积电的 EPS 增速情况，会发现公司在2026、2027和2028年 EPS 都会有非常稳定的增长。在2026年，TSM 的 EPS 会比2025年涨20.8%，而在2027到2028年，它的 EPS 增速依然能够保持在21.8%和16.2%，非常不错。这和英伟达在2028年的增速转负完全不同。查理认为，台积电在芯片代工、
制造领域是绝对的王者。更为重要的是，不管你是辉达、AMD 设计的通用 AI 芯片 GPU，还是博通 Marvell 设计的定制芯片 ASIC，最终不都还是得交给台积电来大规模制造吗？也就是说，谷歌的 TPU 最终也还是由台积电来代工的。此外，社交网络巨头 Meta 正在和台积电合作，开发自己的 AI 加速器芯片，名为 Meteor Meta Training and Inference Accelerator。根据 TrendForce 的报道，如果测试顺利，台积电将在2026年量产这款专门用来推理的定制芯片。查理认为，从抵抗行业周期性波动的角度来看，台积电甚至要比英伟达、AMD 和博通更加稳定。没办法，因为这些芯片设计公司最后都得把单子交给台积电来代工和批量生产。介于台积电稳定的营收增长，CII 投资系统在预测 TSM 在2026年的股价的时候，给了它25倍 PE 的估值。实际上，如果没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台积电的 PE 估值将会更高，给个28到30倍的 PE 都不为过。那如果我们就按照25倍 PE 来计算，结合当前对于2026年 EPS 的展望，台积电在1年后的股价将会来到312美元，比当前的市场价要高了9.5%，非常不错。而且大概率魏哲家和 TSM 的管理层还会持续提高公司的 EPS 盈利指引，从而使得我们的目标股价还要高于312美元。查理认为，如果您吃不准在通用芯片 GPU 和定制芯片 ASIC 这两大阵营究竟谁会是主导未来的 AI 芯片市场，那么直接购买代工和生产的龙头台积电的股票才会是最稳妥的选择。不知道朋友们认不认同查理的观点，请在评论区告诉我。聊完了英伟达、微软和台积电，我们最后再来更新一下电商和云计算的龙头亚马逊的基本面。查理的 CRI 投资组合除了重仓 Meta 之外，第二大持仓股票就是亚马逊 AMZN 了。根据 CNBC 日前的报道，亚马逊又要大规模裁员了，这次总共会有高达14000名员工被影响到。在已经披露的大约4700个被裁职位中，有40%是工程师岗位，这意味着大约有1800名工程师被裁，岗位集中在纽约、加州、新泽西以及西雅图地区。做游戏、广告和 AI 搜索方面的软件工程师最受影响。由于亚马逊需要加大对 AI 基础设施和云计算领域的资本支出，使得公司必须在其他方面削减成本，那打工人又成了被牺牲的对象。查理就有认识的朋友在亚马这次大规模裁员中被波及到，非常让人惋惜。如果我们看 Amazon 在接下来3年的 EPS 情况，会发现它因为在 AI 资本支出的开销过大，导致2026年的 EPS 增速较低，只有10%多一点。然而到了2027年，Amazon 的 EPS 会突然加速，达到20%以上，并且在2028年，Amazon 的 EPS 还会比之前更高，从22.5%继续提高到24.4%。查理认为，随着 AI 和机器人在物流、软件应用等方面的深入布局，亚马逊在未来的增长动能甚至会比微软要来得更为强劲。这也是 CI 投资组合重仓买入 AMZN 股票的核心原因。如果我们给30倍的 PE 估值来计算亚马逊在2026年第4季度的股价的话，那么根据现有的 EPS 测算，AMZN 股价在1年之后将会来到236.7美元，比现在226美元的价格要高4.6%。那如果以35倍 PE 来计算，亚马逊的目标价格将会上调到276.2美元，比现在的市场价要高出22.1%，相当的不错。查理认为，随着公司进一步削减运营成本，我们有不小的机会看到 Amazon 提高它在2026年的盈利预期，从而刺激股价的拉抬。好，让我们小结一下，查理把今天更新的4只和 AI 相关的科技巨头股票，英伟达、微软、台积电和亚马逊，再加上谷歌、Meta 和博通一起做了一个估值测算，然后以当前各个公司的股价作为对比，排出了在2026年
哪家巨头的股票能涨最多，而哪家巨头股票可能跌最多。结果给朋友们列出来了。要注意的是，查理用了相对保守的 PE 估值，大概在25到30之间。除了博通 AVGO，因为它的高营收增速，查理给了 AVGO35的高 PE 估值。我们可以看到，Meta 因为在过去一年的表现最差，只有8.6%的年涨幅，导致它的基期很低。如果按照26倍的 PE 估值来测算的话，Meta 股票在2026年会有高达25%以上的涨幅，相当不错。这也是 CRI 投资组合重仓 Meta 的原因。排在第二和第三名的分别是辉达和台积电，因为这两家半导体巨头的 EPS 增速依然强劲，而且现阶段股价有承压，导致他们在明年也有至少10%以上的上涨空间。接下来是谷歌和亚马逊，这两家云计算巨头在2026年也有至少5%的涨幅。然后是微软，虽然它的潜在涨幅不高，只有2%，但是它的波动性最低，抗风险能力最强，也是构建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组合不错的选择。大家唯一需要小心的是博通公司的股价，倒不是说博通这家定制芯片的 Number One，它的基本面有什么问题。恰好相反，AVGO 的 EPS 增速在这些巨头中是最好的，高达40%以上。但是它的股价在2025年年底已经跑到了2027年的估值范围，导致 AVGO 的股票在明年居然有12.9%的下跌空间。那如果您已经有博通公司的股票，那就放心持有即可。如果您还没有买 AVGO，现在可能不是追高买入的好时机，因为它的股价在未来均值回归、下跌回调的风险比较大。各位投资朋友，您对于这7家和 AI 软件行业直接相关的巨头股票有什么看法？你最看好哪家公司的发展？好，聊完了个股，我们最后再来看看美股大盘标普五百指数在接下来一个季度的走势。可以看到，随着感恩节前的反弹行情，标普五百又从6500点回到了6700点，没能和125天均线有一个交叉。然而，CIA 系统认为标普会在之后的2到3个月维持震荡的行情，市场已经大部分消化了美联储在12月份降息0.25%的可能性。华尔街机构的获利了结也依然在持续进行中。我们还是会因为某个突发事件导致标普五百有一个突然的下跌，来和这个125日的移动平均线做一个交叉。但是好消息是，这个移动平均线本身也在上涨，现在已经来到了6450点，也就是说，标普的最大回撤点位也从原来预计的6200到6300点，提高到了6400点附近。那至于标普什么时候能够再度上攻，最终突破7000点的大关，这就需要等到华尔街获利了结的抛售潮结束之后，卖压大幅降低，再叠加标普的 EPS 季度性的上移，我们才有可能看到美股大盘再创新高。朋友们需要保持耐心，我们可能需要等到2026年的2月到3月份，标普才会有突破7000点的上涨动能。这张图显示了截止到11月24日，机构和散户的股票持仓比例。可以看到，华尔街自从11月3日以来就在持续抛售美股，机构的持股比例已经从11月初的96%下降到了11月下旬的78%，而散户投资者依然坚定的持有美股，目前还是维持高达91%的持股比例。好消息是，标普五百的 EPS 还在提升，当前的 EPS 和12个月之后的 EPS 的比值已经从11月3日的97%缓步降低到了现在的94%。也就是说，标普 PE 中的 E，也就是 earnings 净利润还在稳步的增长，这是非常不错的迹象。这表明美股的机器正在慢慢降低，这对于稳定股票市场是非常有好处的，表明美股泡沫化的情况正在得到改善。这也是 CII 投资系统认为，当前继续持有美股或者指数类 ETF 是不错选择的原因。好，接下来是11月25日 CI 投资系统的最新持仓配置。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五百指数的走势、美债值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
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目前系统依然把85%的资金分配给美股指数或者有上涨动能的个股，把15%的资金分配给比特币 ETF、IBIT 或者 FBTC。那目前科技板块指数 IYW 接近 CRI 系统给出的买点，投资朋友们可以考虑逢低买入。其他类似的科技指数，包括 BGT 和 XLK，也都是不错的投资选择。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股票，分别是亚马逊、台积电和联合健康 UNH，他们的买点也在绿色括号内标了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特币 ETF、IBIT 和 FBTC 也是可以逢低买入的选择，但是因为比特币的价格依然维持在87000美元附近做低位震荡，风险性比较高，投资朋友们可以尽量控制比特币的仓位在总资金的10%甚至5%以下，以减少价格波动带来的额外风险。查理的 CRI 投资系统的进攻性调的稍微有点高，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哈。您还是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整股票、现金和比特币的仓位配置。这是截止到2025年11月25日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我们在11月24日小幅加仓了亚马逊和 Adobe，以及建仓买入了英伟达的股票，比例都很小啊，只有不到1%的比重。主要是因为其他的部位都被套得死死的，我们也不会投入额外的资金在这个演示账户之中。如果以后 Meta 股票能够来到720美元以上，查理会考虑止盈部分 Meta 的仓位，把资金用来加仓买入英伟达和台积电。那交易结束之后，CI 投资组合的前5大持仓分别是 Meta 占比41%，美图秀秀 Meta 占比16.3%，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4.3%，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7%，以及亚马逊占比7.5%。如果 CI 系统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在第一时间和大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于英伟达、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台积电、博通这些巨头的股票有什么看法？哪只科技股是你的最佳选择？谁会在2026年有最强势的表现？英伟达最近的大跌是否意味着通用芯片的时代已经过去？以博通和 Marvell 为首的 ASIC 定制芯片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主流？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于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点赞、分享、评论。查理非常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查理也会陪伴着大家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和您的家人感恩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